通常我不会收菜，菜比较容易坏。可能鸡胸肉、烤鸡胸肉啊，那种比较干的食物就可以放隔夜。每日3餐喂饱肚子，但吃不完的饭菜你会怎么处置？是丢掉还是收起来隔天吃？我家里通常不会吃隔夜菜，吃不完我们会倒掉啊。隔夜菜我就尽量不要了，也有可能吃了会肠胃不舒服还是什么。我尽量不吃隔夜菜，因为已经有很多报告讲隔夜菜吃了对身体不好。只要是家里煮，尽量我们不要煮太多了，吃多少煮多少，这样就不会浪费食物。我通常都会带隔夜饭来吃，当做午餐。会啊，放在冰橱啊，放在冰橱保存得当的话，还是可以吃的。我不会去拿来吃了，就觉得有不新鲜。黄学文曾经当过12年的厨师，在家里也会小露两手。虽然他和家人都尽量只煮需要的分量，但有时工作回家晚，难免会有剩菜。有时候我们做工的时候要OT 的时候，不可以回来，还是做工到很迟啊，我们会打电话说今天没有煮，还是今天的料你收先，不会收多过一天啊。因为我觉得食物收多一天，就里面会坏很快，很多 bacteria， 担心啊，生病啊。至于如何处理剩菜，学文有一套方法。像前一天吃剩的烧鸡，他发挥创意，把它变成鲜菜色。有些东西来，烧鸡我们会变成 taco wraps 啊，我们不会浪费啊，不会那么 boring 啊，所以每次我们换了中餐、西餐、意大利餐。如果真的有剩菜剩饭，他知道哪些可以留隔夜吗？讲汤，这个最多是今天要喝完，晚上可以喝就可以喝，如果不可以喝完就要丢了，不可以收住。这个黑酱 black sauce chicken，这个可以收的，可是要它冷一点才可以收进冰橱。那个菜也是不可以收了，因为那些如果收到明天，那个菜变成很多水在里面了，真不可以吃了。哪些食物又是公众绝对不会留隔夜的？只要蔬菜那种就不会收，因为它会变黄色了。通常我不会收菜，菜比较容易坏。汤的话也是不会啊，一般有比较带有水分的，可能鸡胸肉、烤鸡胸肉啊，那种比较干的食物就可以放隔夜啊，无所谓啊。青菜或者那些卤肉那些卤汁，因为有些的卤汁有可能他们会放几天，所以我在家里的话，通常煮了，我们一定那2个钟头我们会把它吃了。专家说，其实煮熟后的食物，只要在4个小时内放进冰箱储存，之后24小时内加热来吃，都是安全的。不要放在冰橱里太久，过了一段时间呢，微生物它也会繁殖。微生物繁殖到一定程度，它会产生毒素。加热的过程中呢，到一定60度以上的，它会把细菌杀掉，但是毒素它是不会受影响的，所以还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。营养师建议蔬菜不要留隔夜，因为营养会流失。蔬菜其实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维他命 B 和维他命 C， 所以其实一旦我们开始烹调的时候呢，这个水溶性的维生素呢就会大量的开始流失。所以一旦我们在反复的隔夜，并且反复的加入的话，其实它的营养流失是非常的大。汤、鱼类和我们的肉类这3样其实呢都是可以储存在我们的冰箱，然后呢在下一天或者是下一餐都可以再进行加热，然后进行摄取。所以食物只能加热1次，而且如果加热过后的食物呢，千万不要再储存于冰箱之中，因为其实呢，在加热的过程、在摄取等待的过程，这些其实都会让到细菌慢慢的滋生。所以加热1次吃不完，我们就尽量就是把它倒掉就好。至于可以留隔夜的食物，也应该用可以密封的容器保存。
一次性用的容器，就是我们所说那种打包的那种 container， 我们其实是不太建议，因为这些储存的这个容器，它只是适合于一次性的用，并不是说反复的储存，或者是呢反复的在清洗。那最好其实储存的容器呢，当然第一个就是玻璃，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 silicone， 它是那种我们可以拿去 microwave 拿去微波的一些容器。所以如果是说哪一个盘子盛了一些食物，然后拿一个保鲜膜再覆盖的话，如果那个保鲜膜其实没有锁到很紧的话，其实呢，我们细菌也是很容易滋长。加热隔夜菜时，学文通常会用微波加热或蒸的方式。如果是面，我们可以用 microwave 啊，可是里面那个microwave 我们放1瓶水，所以那个料不会干啊，很快。like black sauce chicken 还是咖喱，我们用 steam 啊。微波其实时间比较短，打个比方1到2分钟，所以至少呢，食物呢还是可以在被准确的加入情况之下，营养还是可以比较 maximize， 还是可以比较保存，或者是拿去蒸。譬如说我们的一些鸡肉或是肉类的东西，或是鱼，在微波的时候，尽量呢我们微波了1分钟，再把食物翻搅一番，对，要确保里面的东西可以在外面被均匀的受热。那蒸其实就就不太需要担心，因为只要是水呢是沸腾，你蒸到5分钟，其实基本上食物都可以达到75度。